克莱恩忍不住倒退了一步，一时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依旧在梦里。那人影取下黑色礼帽，幅度很小的鞠了一躬，低沉微笑道：重新认识一下，职业者邓恩·史密斯。职业者，正义和倒吊人提过的由黑夜女神教会领导的非凡者队伍的代号。克莱恩有所恍然，在联想之前顿时脱口而出道：你操纵梦境，你让我做了刚才那样的梦。职业者邓恩·史密斯将黑色礼帽重新戴上，遮掩住略高的发际线，灰色幽深的眼眸隐含着笑意道：不，我只是进入你的梦里，做必要的引导。他嗓音醇厚又柔和，不惊动别人美梦般回荡在黑暗微光的走廊上。在梦里，虽然会有平时压抑的情绪和各种阴暗心理的放大呈现，让一切显得混乱、荒谬和疯狂，但是真实依旧存在，依旧藏于其中。对我这种老手来说，所有都明显而容易看见，比起清醒的你，我更相信梦中的你。正常人谁能控制自己的梦？要是我梦到一些地球上的东西，岂不是就被邓恩·史密斯发现了？克莱恩悚然一惊，对梦中的遭遇充满后怕，但他很快又品出些诡异，因为他记得自己在梦里很清醒、很理智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简单而言，就是完全不像在做梦。所以，邓恩·史密斯只是看到了我想让他看见的内容。克莱恩念头急转，隐约有了点明悟。这是穿越自带的福利，比如本体灵的特殊，还是那转运仪式附加的影响？所以，史密斯先生，你确信我真的遗失记忆了？克莱恩组织了下语言反问道。邓恩·史密斯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深深看了他一眼。你竟然对这种事情不感觉惊讶？我之前遇到的当事人，哪怕刚做完梦，也不相信会有非凡之力，宁愿认为自己还未真正的醒来。克莱恩嗯了一声道：也许是因为我在祈求着，期待着这样的力量来帮助我。很有趣的思考逻辑。或许你活下来，不仅仅是因为幸运。邓恩没什么笑容的点头。我现在可以确认，你真的因为这次的事件遗失了部分记忆，尤其是关系事件本身的。那我可以回去了。克莱恩内心长舒了一口气，试探着问道。邓恩单手插袋，缓步走了过来。周围的黑夜变得宁静而轻柔。不，你还是得跟我去见一下专家。他嘴角礼貌性上翘。为什么？克莱恩脱口而出，忙又补充道：你不相信自己对梦境的引导？开什么玩笑！那专家要是擅长催眠、读心之类的能力，那我最大的秘密岂不是就暴露了？结果会怎样，无法想象。我一向谦虚，但是有关梦境方面，还是有些信心的。邓恩从容平静地回答。不过，关键的重要的事情，再确认一次也不错。更何况，他和我擅长的有很大不同，也许会帮助你恢复一定的记忆。不等克莱恩再说，他嗓音变沉。毕竟也关系着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下落。什么？克莱恩怔了一下。邓恩停在他的面前，灰色的眸子盯着他的双眼道：现场没有那本第4纪遗留的笔记，整栋房屋里都没有。维尔奇死了，纳亚死了，你是唯一的线索。好吧。
克莱恩沉默片刻，吐了口气。笔记不见了，这还真是诡异啊！我之前竟然完全没去想那本第4季笔记的下落。邓恩微不可见的点头，一边越过克莱恩，一边开口道：“你把门锁上，现在就和我去维尔奇的住所。专家在那里等着我们。”无声吸了口气，克莱恩心头打鼓，忐忑不安。他有心拒绝，甚至想要逃跑，但相信有了梦境的前车之辙，邓恩·史密斯肯定提高了戒备，而以正常人和非凡者的实力差距，强行去做不会有多少成功的可能。他身上肯定还有手枪，本身也应该是练习过很多次射击的那种。各种想法在脑海剧烈冲突，克莱恩最终还是选择认清现实。好的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说不定我梦境里的那种特殊会再次起效。那走吧。邓恩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。克莱恩转身跟了2步，忽然停止道：“史密斯先生，我想先去趟盥洗室。我出来就是为了上厕所的呀。”邓恩没有阻止，而是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没问题，克莱恩，相信我，在这黑夜里，我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。”在黑夜里。克莱恩无声重复了这几个单词，他没鲁莽尝试，老老实实解决了小腹的憋胀，然后用凉水洗了把脸，让自己彻彻底底冷静了下来。换好衣帽，关上自家房门，克莱恩脚步轻柔地跟着邓恩走下阶梯，走向公寓门口。这样的平静里，邓恩·史密斯突然开口：“在梦的最后，你为什么想要逃？你在害怕着什么？”克莱恩心念如电，边思索边回答道：“我不记得在维尔奇家做过什么，也不记得有没有直接造成他和娜亚的死亡。我怕最后真正证实是我不敢去赌这个，索性不如逃跑，去南大陆开始新的人生。”如果是我也会这样。邓恩推开公寓的门，让半夜的凉风吹散了里面的闷热。他不怕克莱恩逃走，自顾自先上了马车。那是克莱恩在梦中见过的那辆4轮单马车夫，箱体侧面会刻有双剑交叉簇拥王冠的警察系统标志。克莱恩跟着进入，发现里面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弥漫着让人身心宁静的香薰味道。随意坐下，他找着话题，试图打探出更多的情况。史密斯先生，如果专家证实了我真的遗忘了那部分记忆，也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我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，那事情就算结束了？理论上是这样，我们会从别的途径去寻找那本笔记，只要还存在，就能被发现。当然，在这之前，我们会确认你身上没有诅咒，没有遗留的恶灵味道，没有对应的心理问题，能够平安的、健康的迎接将来的人生。邓恩·史密斯露出一抹笑容，略显古怪的笑容。克莱恩敏锐捕捉到这一点，顾不得松气，连忙追问道：“理论上？”“是的，仅仅只是理论上。在这个领域，总是充满了扭曲的、违背常理的、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。”邓恩看着克莱恩的双眼道：“他们的持续，他们的结束，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够预见和控制的。”比如，克莱恩一时竟有点恐惧。几乎无人的街道上，马车飞快行驶。邓恩拿出烟斗嗅了下味道。当我们以为事情结束，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的时候，它会以让人恐惧的、惊悚的方式再次降临。
前几年，我们处理过一个邪教的案子，他们组织信徒以自杀的方式完成活祭，取悦邪神。其中一位信徒被选中后，求生的本能战胜了愚蠢，战胜了异信，战胜了迷幻药。于是他偷偷地跑到警察局报案，事情被转交给我们处理。一个很小的任务，因为那个邪教没有非凡者，所祭祀的神灵更是他们头目随便想出来的，只是为了敛财，为了享受，泯灭了人性。所以我们只用了2名队员，再加上警察的配合，就顺利解决了这个邪教，没有一个漏网。而那位报案者，我们也确认他没有恶灵遗留的味道，没有诅咒的缠绕，更加没有心理障碍，没有人格问题，也没有其他奇怪的痕迹。在之后，他的职业有了不错的发展，娶了一个很好的妻子，生下了1男1女。一切的阴影看起来都远离了他，往昔的恐怖和血腥似乎也完全消散了。说到这里，邓恩·史密斯笑了笑道：但是就在今年3月份，财务状况良好，夫妻感情深厚，孩子聪明可爱的他死了。他自己把自己掐死在了办公室里。马车车窗外的绯红月光照入，披洒在邓恩·史密斯身上。这一刻，他看似自嘲的笑容，竟让克莱恩觉得瘆人，说不出的瘆人。自己把自己掐死了。克莱恩无声吸了口凉气，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凄惨结局。哪怕躲过了一劫，也只是逃得了一时。有什么办法能彻底解决，让自身成为非凡者来对抗？车厢归于沉静，克莱恩无数想法涌现，又纷纷落下。这样难言的安静里，马车行驶了很久，行驶得很快。就在克莱恩下定决心，打算厚着脸皮请教邓恩·史密斯，看有什么解决办法时，马车停了下来。史密斯先生，韦尔奇的住所到了。车夫的声音传入2人耳朵。我们下去吧。邓恩理了理到膝盖位置的黑色风衣。我提前介绍介绍，专家对外伪装的身份是阿霍瓦郡最知名的通灵者。克莱恩收敛住别的想法，好奇问道：那他实际上的身份呢？邓恩半转身体，回过头来，灰眸深邃道：是个真正的通灵者。